先是他的林肯号在中东作战到现在已经部署210天了，上面的官兵啊说他们真的感觉太累了，还向家人求救说没有人是为了这样才入伍的。再来看到具体的武器库现在到底剩下多少，或者是哪一些已经被消耗了。CSIS 的估计会比较合理，他讲爱国者已经用掉一半，萨德也用掉一半，战斧用掉30%。你知道他现在一个月能够造多少爱国者？15枚。那萨德呢是完全做不出来。第一个，我们要来看到美伊的战火2度的正式引爆，川普现在已经正式下令要重启这一波大攻势，但是伊朗我们看到不只是做飞弹的反击，把战火现在直接波及到了波斯湾当地多个美军基地，要威胁美军的海上力量。难道伊朗越打越强，越打越敢打了吗？第二件事情，川普锁定了伊朗的地下核堡垒，现在在关心的是说，是不是他的巨型钻地炸弹也未必能打得穿这一座核堡垒呢？如果空袭无法真的摧毁伊朗的核能力，川普会不会派地面部队来攻击伊朗？这个是持续要做关心的。第三件事情，林肯号的航母已经苦撑200多天，到现在都没有休息，像是它的飞弹库存也在快速的下降，官兵甚至喊说，没有人是为了这样才入伍，美军撑得下去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一次深入的剖析。美伊大战这一次再度的引爆，美国总统川普也正式的通知国会了，说美军7月7号当天重新恢复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主张停火期间，因为呢暂停了这一场战争，所以呢之前的时间都不能算在内，必须要重新算起。民主党的这些官员听到的之后是非常的生气，认为川普是在刻意曲解法律，把一场他原本说，大家还记得吗？川普说，美伊战事只会打4到6周，民主党痛批说，现在看起来是完全没有尽头的一场中东战事，这个是在政治上的讯号。军事上确实，美军在战场上这一次，包括了伊朗在内，有了非常大的动作。今天会来一次看到。现在看到美军的最新动作，已经连续3天的晚上对伊朗展开大规模的空袭行动了。打击的目标，这一次的攻击又比以前还要更加锁定在特定目标，包括了伊朗的防空系统、它的暗制雷达站、飞弹发射阵地，还有它的舰艇维修设施、无人机跟它的快艇基地。美国的中央司令部也放话，有超过5万名美军现在呢都已经部署好了，全部放在中东地区，随时可能展开新一波的战争。而包括了在军事面，我们也看到战机也都准备好了。在中东的上空，现在出现了10多架美军的军机，当中包括了 KC-135，还有什么呢？空中加油机啊、预警机、P-8海神巡逻机，全部部署在波斯湾、阿曼湾跟沙烏地阿拉伯的上空，准备待命，恐怕很快会发动下一波战争吗？川普开枪了，我们今天晚上就会狠狠的痛击他们，明天也会继续下重锁。这个是美军的最新攻势。当然了，伊朗方面也有所反击。我们现在要来赶快看到伊朗的最新攻势，发动的这一波攻击叫做纳斯尔2军事行动，朝的方向它也已经锁定好了，巴林、科威特、卡达、约旦、阿曼等国的美军设施发射了飞弹、无人机，锁定了包括它的通讯系统、它的火箭的发射系统、爱国者飞弹、长程预警雷达，还有它的航母的后勤支援中心跟战机维修中心。伊朗也宣布会对当地美军的敌对的这些舰艇发射巡弋飞弹，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荷姆兹海峡上2艘的阿联的油轮被飞弹给攻击。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这个攻击造成了1死8伤这是我们刚刚也收到的最新消息。好，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舰长怎么看了美伊2.0大战再起，现在双方的攻击目标越来越清楚了，背后的盘算是什么？川普这一次有办法只靠空袭拿下伊朗吗？还是像上次一样高高举起，最后急忙收场？舰长怎么看？首先，我非常希望，我发自内心的希望跟所有的观众讲一个。我认为美国会大打，川普这一次会大打出手，但是我先告诉你，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你知道，美国没有能力，这场战争他打不起。那你说既然打不起，那为什么现在摆成这个架势呢？因为这场战争你叫它完全停火，变成一个和平的状态那是很困难的。它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以色列在中间是不听话的。
他不能让这场战争停下来。如果美国撤走，以色列后患无穷，因为所有中东地区那个叫做伊斯兰武装团队，就是觉得，你看美国走了，以前就是美国帮你啊，那现在美国走了，你不是倒霉啊你，这些人通通会就是可能趁这个机会来打以色列，以色列知道不能的，所以以色列会想尽了办法破坏。第二个就是伊斯兰这一方面太多国家，它不是一个国家。美国今天总统川普说停火就停火，伊朗说停火就停火了，那么多地区的武装组织，这个好比说这个叫做什么什么哈马斯的，还有那个叫什么的胡塞组织，那一个人拿个火箭筒就对以色列去打一架了，这东西很难停。而且我再跟你讲，连伊朗自己本身都很难说停就停，为什么？他的政府谈判的是一个和谈的，对不对？底下有一个什么革命卫队，革命卫队你知不知道？他一直想抢这个领导权。对，当你这个抓到武力的时候，你想抢领导权，就是这个和谈的代表说什么你都说不。他说应该可以停，我就不停，我就是要叫你这个人挤掉。这就是一个因为伊朗现在你知道群龙无首，能够一锤定音的都被杀掉了。所以这里大家在抢，所以这就非常困难。而且我再跟你讲，像今天刚刚这个主持人有说到2艘船不是被打吗？有谁出来承认是他打的吗？还没有啊。那我问你，如果那两枚飞弹是以色列打的呢？或是我这样讲，就是伊朗他的革命卫队打的，可是他的那个决策者怎么知道是不是呢？你知道他这个地方太混乱了，整个的和平几率极其渺茫，这个打来打去会拖很久。但是你说大打，我再一次说，像他们这个打这些东西都是小打小闹，什么打他的这个什么快艇啊，打什么？我跟你讲，打一个东西，你一看到就是你有股票赶快跑。就是美国把那个哈尔克岛整个给炸毁了。哈尔克岛是伊朗90%以上石油的输出地，炸毁了伊朗的基本上它的所有的经济能力就没有了。这个是个指标，那一定是美国先打。因为伊朗不会自己寻死，那美国打了之后，伊朗会怎么样？知道？他会把荷姆斯海峡布满了水雷，你也很难的去这个收拾。这是2个指标。只要美国没有打哈尔克岛，不管他打了刚才看那所有的东西，能有什么用？你想说地面轰炸能够战赢它，不可能的。还有地面部队怎么可能进去？伊朗的土地是台湾的46倍大，它20%是平原区域，都是跟我们中央山脉一样的崇山峻岭啊！里面有多少躲藏的地方，多少山洞，你怎么推进去？一开始打的时候，还有人说库德族要从那个西北这样子打过去，你去看看那个图，西北那里有个大概300公里长的那个高山峻岭。库德族啊，光从这一头走到这一头就已经死掉了，不太可能。这就是我对这个判断。第一，整个平息不太可能，大打，我真希望他大打，也不太可能。好，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新一波美伊之间的互相攻击。刚刚我们说的伊朗这一波攻击叫做纳斯尔2的军事行动，他说了这一波行动还会持续的扩大。那所以呢，同时间我们看到川普再继续的放话了，他已经锁定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伊朗的核设施。他说有可能来下手，就是位在十字镐山的地下核设施，这里被视为是伊朗最新也是他最神秘的地下核堡垒。但是要拿下有这么容易吗？现在外界也在判断说，你美国要打伊朗，其实也早就准备好了，包括他们早就把他们的各种设备都移好了，不管是这当中的离心机啊、核设备，或者是高浓缩铀，都已经转移到山体的深处去了。而且美军要头痛的事情是，这座设施的防护能力是高于福尔多核设施的，因为呢，它有一个深层的隧道跟多重的掩体，所以美军即使拿出它的 GBU-57巨型钻地炸弹，也未必能摧毁整座地下核设施。如果摧毁不了的话，真的有可能出动地面部队吗？那上志哥怎么看？哎呀，川普如果真的要打这个十字镐山哈，你为什么要先讲呢？首先，伊朗听到你讲，他不会有所准备，或其实里头还有东西撤离吗？如果真正要打就打了啦。我们要看这一次的，我觉得美伊的这个动武，从7月8号这一场，包括到其实昨天的这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特别伊朗有回击，伊朗在今天凌晨到今天中午，我们录影今天是7月14号，今天中午伊朗总共从凌晨开始有5次的回击。好，先看美国。美国这次为什么打起来？其实是因为荷姆兹，
都知道其实谈判谈不清楚。可是就在7月上旬的时候，因为先前就是川普就讲说，哎呀，核武制可以走了，而且大家至少可以走靠阿曼这边，不要走伊朗这边。所以因为川普讲大话，而且川普告诉了这个世界船舶协会跟中东的这个海合会，都是跟船只的，他们这里头辖下有几千艘这个货轮航运的部分，好，你们都可以走，你们可以走。于是这里头就刚刚提到的那个印度跟新加坡，他们就跑来走，啊，就被伊朗打了，警告他们。所以那一警告之后，所以大家都不敢走了。然后伊朗说你们走绝对没有问题，结果刚刚世界船舶协会没有人敢走，而且后来也不信任，公开当中也不信任川普所说你们可以走。川普是因为这件事太没面子，火大，才在7月8号开始攻击。所以每一次战争的原因的启动点不同，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国际评论也说，这次是川普面子挂不住。好，所以川普很厉害，这个很猛。从7月8号开始，包括一路下来，7月8号出动了100架次，然后呢，在昨天、前天出动了140架次，攻击了14座城市、300多个具体的地方，其中包括水电站都攻击哦，还有5大港口。这5大伊朗的港口从波斯湾沿岸一直过来，是炸得蛮严重的哦。好，所以这里头其实我们来看这里头敏感点，我们刚刚讲的核设施，可是这次其实攻击伊朗的核电厂，这里头包括伊斯法罕跟布什尔的核电厂，核电厂没炸他炸核电厂旁边的厕所跟办公室，有点像现在俄罗斯在攻击基辅一样，炸你核电厂没炸，但你周边把你炸掉，所以。你说这个是警告作用，如果是川普这么狠，我接下来就打你核设施，我就核电厂都把你先炸了，就只炸你的厕所跟办公室。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很尴尬的地方，这次其实川普是下重手，包括伊朗在德黑兰北部的当中2条铁路动线哦，都知道伊朗现在能够打下去，除了他们武器还有之外，另外就是经济的补充都炸了。可是伊朗6小时之内就恢复，就修好了。7月8号的时候炸了之后，修了4天。已经很厉害了。这次除了港口带炸没有办法那么快，但其他的地方炸，因为都是几发导弹分一分哦，打1、2发、2、3发，所以人家在6小时就把铁路恢复了。所以就是说，现在要考虑会不会更重手在核设施，包括美国在思考会派出地面部队，我觉得不可能啦。因为我们从看这次启动点还是为了荷姆兹海峡的利益。所以这个利益本身当中，其实而且这次我讲伊朗的回击很猛的，从今天凌晨。2点第一波打了这个巴林，3点第二波把科威特，他打什么呢？打美国在先前被摧毁之后补充的所有的雷达系统，其中有包括从欧洲运来的、从美国运来的，这当中其中包括那种跨洲的雷达，也就是说，这个雷达在伊朗其实蛮有，这次回击，我说就今天哦，10号凌晨很有战术的，因为雷达这件事情是美国如果后面还要进一步攻击的眼睛，不是只有航空卫星而已，它这些雷达，而且是最新刚运来，从欧洲调过来，嘣就被打掉了，所以最终还包括打了几个，包括这个1、2个企业，就美国的一些企业总部又有被打，所以这里头全面攻击，你看看伊朗没有一个不理智的回击，所以它精准的对于美国，如果你还要继续下重手打的时候，我把你的雷达都打掉，而且在今天一路打到今天中午，所以这5波的回击，你可以看到，你不能说这个伊朗这一次被炸惨了。伊朗至少在回击方面依然有他们的战略，所以我觉得这次看待当中来讲，美国就有能力下重手吗？我觉得还没到那个时机。好，这一场这个美伊之间的2.0战争，起因是川普的面子挂不住，再次的爆发这场战争。那短短的1天之内，我们刚刚看到嘛，伊朗发动了5波攻击。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要来看到它的这个各种的战损恢复的速度非常快。除了说铁路被炸快速的恢复之外，另外北约情报也预估说会有超过60%的飞弹库存都还是存在的，这是伊朗方面。无人机最快他说半年就可以恢复了。再来，我们来看了美国现在面对的最大问题，跟伊朗不一样，它的战损没有办法这么快的恢复。我们先来看到几样武器，首先是它的林肯号在中东作战到现在已经部署210天了。好，这个上面的官兵啊说他们真的感觉太累了，还向家人求救说没有人是为了这样才入伍的。再来看到具体的武器库，现在到底剩下多少的武器，或者是哪一些已经被消耗了？目前初步做了一个统计，是超过30%他们的战俘都已经没有了。
那么还包括了近半的爱国者、半数的萨德系统都需要补充，时间更是惊人，需要2到4年哦。CSIS 就揭露，就算现在我们把它设定为战争的战时的生产状态，也未必能够见效。现在是不是这场消耗战，美军看起来比较吃力呢？干哥怎么看？CSIS 的那个估计会比较合理啊，它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他讲什么？他讲爱国者已经用掉一半，然后呢，萨德也用掉一半。然后战斧用掉30%，这一定不是空穴来风。那你想想看，用掉一半啊，什么一半？就是所有库存的一半，也就是美国成为全球的强权，它这些东西它用掉一半了，用掉一半是很严重的事情。那用掉一半没有关系啊，以前美国是世界工厂啊，赶快造嘛，对不对？你知道它现在1个月能够造多少爱国者吗？1个月只能造15枚。那萨德呢，是完全做不出来。为什么？因为这个生产线到目前为止根本没有办法，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根本没有时间去搞这个，他光是其他的项目他就没有时间给你弄这个。所以爱国者飞弹那是雷神公司的，1个月只能造15发。那还有那个战斧巡弋飞弹，1个月大概只能造20发。那你去想想看。听到这个数字，你去想想，我看我们中国的这个，如果马上要做东风17、东风26的话，那个速度比它快多了，对不对？现在我们讲的是还没有到打仗的时候，中国的生产力就已经不得了，但是美国现在在打仗啊，可是雷神公司跟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他们的生产速度只是这样啊，那就问 CSIS， 你预估看看，美国要多久才能恢复？然后他们就讲了一个数字，3年，3年以后才能把这次在跟对伊朗战事的消耗给补回来，所以大家就能够理解说，刚刚舰长跟上次都讲的，如果真的要大打一通啊，拿什么东西来打？所以这是很难的事情。大家看到这边的话，大家就已经比较可以理解。所以美国在好多年前就开始跟2个最好的盟邦讲，一个叫德国，一个叫日本。你们建立生产线，帮我做爱国者飞弹。日本3年用了3年，日本现在已经在开始生产了。日本是最听话，也最有实力能达成的。德国在2022年就叫他开始做了，今年2026年4年过去了，德国说对不起，我们还没有做好，所以做不出来啊。那是爱国者。再讲到萨德，萨德是终端高空防御系统，也就是它可以打那个洲际弹道飞弹的，1枚萨德飞弹3亿台币，这个飞弹打出去收不回来，为什么？因为没有生产线可以做。20年前，我们的国防部长，台湾的国防部长唐飞，当时他就拒绝了美国，说你要叫我们搞这个萨德啊，那个叫钱坑啊，我们不要。20年后，我们看到这个国防部长讲的话真实在，所以大家就晓得说，美国要打这场战争，他自己都没有搂看自己口袋里面还有多少东西。最重要的，讲完弹药不足之后，再看看林肯号航空母舰，那是继上次大家还记得吗？福特号部署326天，那船上的水兵都快疯了。但是福特号它曾经靠过好几个港口，也就是说，它曾经停下来让官兵去上岸。而没有回到美国的母港，可是中间300多天，他有好几次4、5次让官兵至少能够放假上岸去嘛，对不对？不管你是在中东巴林还是哪里会上岸，林肯号部署210天了，已经听说创纪录，没有靠港，为什么？你说，那至少靠一个港让他下去嘛？他说没有，只有1次，在关岛靠了港，可是官兵都下不去，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不到1天就船又开走了，所以兵下不来，所以那个水兵他就寄给家里的，用 email 寄给家书说，我们不是为了这个才来加入海军的，如果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要这样。所以你说，川普最喜欢听那首歌叫做《In the Navy》啊，那个合唱团唱的，然后 In the Navy，
然后我们不是为了这样而 join the Navy，所以他们现在都很后悔了。首先，美军先攻击了伊朗80个目标，没有想到换来的是伊朗反攻击美军共85处的基地。美国说的他们对这个伊朗的不成比例攻击，现在是反而击出了更强硬的伊朗了吗？第二件事情，伊朗这次锁定的目标包括了在波湾地区的巴林科威特美军基地，是在警告波湾朋友别当美军的打手吗？是在测试美军的防御漏洞吗？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我们来看到的是荷姆兹海峡了，到底现在谁说了算呢？保险市场其实现在可以看起来都是向伊朗做靠拢的，是否代表说现在荷姆兹的掌控权已经落在伊朗的手中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美伊停火是不是真的看起来是完全破功？我们本来以为说美伊之间呢互相攻击哦，这个是一个小闹，但是这一次看起来完全不是哦，是直接下了重手。原因就是因为伊朗近期呢攻击了荷姆兹海峡的商船，所以美军的说法他要做报复。因此呢，我们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7日当天表示呢，已经完成了新一轮的报复行动。这一次他说动用的是精准的弹药攻击，包括了一共是伊朗境内80个目标。我们来看到这当中有伊朗的防空系统跟它的雷达站，60多艘的小型舰艇跟它的指挥管制网路，甚至它的反舰飞弹基地。美方官员是这样说的：这一轮行动不论是规模或者是打击的力道，都比10天前那一场攻击是大了4到5倍哦，力度非常的大。这是美军说的，这不是对等的回应而已，这是美军官员继续这样讲，这是一场不成比例的一个对伊朗的惩罚，而且短期之内美方的下手是不会结束的。我们看到这个美军的话一说完，伊朗确实来自于国营媒体直接证实，美国攻击了伊朗境内南部多个战略地点，还当中包括了多个港口哦，都遭到波及。而且伊朗现在也指控啦，美军对于伊朗的攻击范围持续的在扩大，已经到了不管是连商业用的码头、渔业的码头，甚至是渔船都要做攻击，造成许多平民受伤。伊朗的外交部非常的火大，他公然批评美国，并且警告美国，你违背了当初我们的谅解备忘录。接下来德黑兰也会采取同样的报复行动。话一说完，革命卫队是立刻展开了各项的军事行动，美军攻击伊朗80个目标，伊朗回攻击美国一共是85处的重要美军基地，这当中包括使用了飞弹跟无人机攻击了巴林第5舰队的驻地，还有科威特的这个空军基地等等。伊朗还声称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死神无人机，也就是说，美国说给伊朗一场不成比例的惩罚，是立刻被伊朗给打脸了吗？那伊朗现在是不是看起来更为强硬了？委员怎么看？当然了，伊朗的态度一向就是你要战我就战，你要和我也奉陪。所以其实伊朗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底气，当然是因为伊朗早就做好了相关的准备跟下半场的这个沙盘推演哦。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这就是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哦。大家看到美军现在攻击了伊朗80个目标哦。可是大家不要忘了，现在是美国去打伊朗，伊朗的面积有多大？伊朗美伊战争开打到现在，美国打伊朗的目标可能上万个了，伊朗还好端端的活在那里，打80个算什么呢？我看完之后，那80个还包含了60艘舰艇，伊朗的小型舰艇是蜂群舰艇，60艘对他来说算什么？所以其实这80个目标听起来好像很多，可是其实效果很有限，因为伊朗太大了。关键问题是美国要打伊朗，而不是伊朗要打美国。我不断的在强调这个重要的关系。你美国要打伊朗，又要跑到伊朗家门口去打，所以在这个时刻，其实美军不要说80个了，打800个目标对伊朗大概都不会有一点的痛的感觉。可是伊朗打美国不一样哦，就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就那么几座，我刚才看到了巴林的、科威特的都被打了。我觉得如果今天我要是美国这个中央司令部的话，我干脆就不要修了。我今天把它修好了，明天可能又被打了，谁知道哪天大家看了彼此不爽又再来炸一次？那我现在干嘛修呢？现在对美国最大的问题是这样哦，你在中东的基地就这么多，你的相关的设施也就摆在那里，如果不断的在被攻击，那么回到下一个问题来，那你接下来的兵力调度就会有问题。你要怎么调度？航空母舰战斗群2栖登陆这个攻击舰，该调回美国本土的都调回去了。就算在这个中东地区的，你也离
这个战区很远呐，因为你怕被伊朗不对称的攻击而消耗掉了你海军珍贵的战力，这些东西都是马上美国就要面对的问题。那对伊朗来讲啊，关键问题来了。伊朗借由一次一次的切香肠行动，它几乎已经让国际社会承认它有荷姆兹海峡的控制权了，就不需要你美国承诺，你就看着我一次一次的用切香肠，然后你看看国际社会到底是相信你美国还是相信我伊朗。现在显然看起来大家觉得相信伊朗比较有保障啊，我宁愿交了个钱，然后我就可以顺利的通过了。那我何苦去尬到美国跟伊朗之间彼此的纷争当中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伊朗来讲，他长远要的东西，他其实还没要到哦。所以我说，为什么伊朗他说要战我奉陪，要和也可以？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对伊朗来讲，他要的东西大家都知道，荷姆兹海峡的控制权，要能够自由发展这个浓缩铀的这个相关的权利，要美国解除经济制裁，要伊朗成为中东的一个正常国家，不要再被美国欺压跟这个打击，这些东西其实伊朗目前为止都没有拿到实质的成果。所以对伊朗来讲，他何尝不是在做极限施压呢？大家说川普喜欢玩极限施压，伊朗何尝不是呢？如果这场战争接着这样持续的不断的纷扰下去的话，国际能源的价格会持续居高不下的。那么美国马上就要面临9月要不要升息了，这就是通货膨胀的压力的问题了。美国的这个期中选举马上就要展开了，这些东西都是川普马上要面临的问题。所以今天不止川普对伊朗做极限施压，伊朗对川普也在做极限施压。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和谈前哦，美伊就以军事的角度来说，大家都在做最强烈的一个军事上面的施压。不过我们也看到这一波美伊互攻哦，伊朗也不是乱打。它其实呢有在挑选地区的，而且是对于美国来说，还有对于波湾来说是伤害非常大的。这一次挑选的地区，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嘛，锁定的是巴林跟这个科威特。为什么这2个地方我说非常的重要呢？先来看到其实呢，伊朗很清楚自己不会去打这个美国的本土哦，依靠的不是美国本土，而是在波湾地区。因为巴林这边呢是美军的第5舰队的所在地，是波湾海上行动的一个核心指挥枢纽，所以他选择第一个打这里。第二个，他打科威特，尤其是在当地的一个阿里萨勒姆空军基地，同样是美军在中东空中行动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哦，所以他直接打在美军在中东的神经枢纽上吗？那干哥怎么看？选择这2个基地的原因，另外也是对于波湾国家地区做一个警告吗？干哥怎么看？好，巴林的第5舰队基地大概已经快30年了，是美国第5舰队的基地，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从来不会有任何问题。也就是说，长久以来，你说同样都是穆斯林国家，但是巴林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它其实很稳的。所以我这个基地设在这边，我这个基地坦白讲一句，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它虽然不是所有重要舰艇的所在地，但是它是一个转运港，以及就是说下达命令的指挥所。好，那它这个可以停泊大型的军舰，最主要就是神盾驱逐舰的泊地啊。那所以这个港对于美国来讲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说你不用这个港，你就没有地方可以用了。坦白讲啊，那你要用谁的港？用沙烏地阿拉伯的港吗？那很远啊。那所以巴林这个基地非常重要。那另外一个在那个科威特的那个基地叫阿里萨勒姆啊，阿里萨勒姆这个基地那就重要的多。为什么？因为它有E3，有E3空中预警机，还有 KC-135，空中加油机，它还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那种无人机，或者是那个后勤支援装备，以及爱国者飞弹的转运站等等。所以阿里萨勒姆这个基地不一样，而且美国把这个科威特从海山，也就是以前伊拉克占领它的时候，就伊拉克总统海山占领科威特的时候，他把萨达姆打退了之后，然后就马上把美国主要的军机就交给了科威特，所以这个基地非常重要。可是你到现在为止，你知道它受损的程度吗？不敢讲，也许很严重。所以这一次他说他攻击了美国80个目标，那到底又有多少飞机受损呢？其实我说一句实在话，伊朗可以经得起你打我85个，可是美国经不起被打80个，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因为美国只要挨打的话，那都是高价值目标。
它连那个无人机的操作基地有没有？它是一个一个的长货柜，那个打下去，你知道那个不是那种铁皮屋盖起来的，是都很昂贵的。所以美国没有80个有价值的基地让你打，为什么？因为那损失太大。最重要的是人员有没有受伤？那这一次我是真的觉得说，停火真的没有多久啊，这不到2个礼拜，然后伊朗又突袭了在荷姆兹海峡里面的3艘船，其中被打中的一艘就是卡达的船，那就是警告。对，那是有选择性的。卡达的油轮被打中了，就是说你再这样子哈，我打卡达，我打科威特，我打巴林，都有象征意涵在里面的，就是说我不是这样子就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就被摸头了，就永远没事了。北海布伦特原油最近又涨到76块一桶，好不容易跌回72块一桶，就美国人可以喘息一下了。就像一打，两边一开打又上去了。西德州中级原油也从69块变成了73块了。那个都好不容易降下来，你现在又上去了，就为了这一点点小型的冲突，就现在升高为各打对方80几个甚至100个。那这场战事好像又要重启战端了吗？所以我们是真的觉得哈，美国他现在就说，你为了3艘船遇袭而又重新施展你的这个全面打击，我老实跟你讲一句，那个花很多钱，而且我看完全打乱航空母舰战斗群的部署。卡尔文森号又掉头回来，又要放飞机出去，然后现在观望不能动，为什么？不能进行正常的部署，为什么？因为不晓得你接下来你要干嘛？你要干嘛的话，川普又叫我们不要走了，所以整个美军的部署，中央司令部又被卡住了。这件事情，我觉得短时间之内真的没有办法善了了。好，所以这一场这个攻击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不过，如刚刚帮我们特别看到的这一场美伊之间的攻击的起源，其实就是在6号这一天哦，因为荷姆兹海峡的争议哦，伊朗去打击这一艘来自于卡达的天然气油轮，所以那个油轮呢遭到重挫起火，才会有后续的各种攻击。那为什么伊朗现在要打？大家也在关注，原因是我们看到是说，不是美伊 MOU 已经说好了吗？荷姆兹海峡60天内是可以免费通行的吗？那伊朗现在其实在意的点，并不是说这个60天之内免费通行，而是说你要通行可以，但是你必须要走我的航线。但是卡达这艘船没有走伊朗的航线，所以被遭到攻击。现在也在看说，是不是等于荷姆兹海峡根本就是伊朗在掌控呢？另外，我们如果从这个保险费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哦。现在呢有2条路可以走，一个是走南部靠近阿曼这一条路，那这一边的保险费比较贵，是35万美元。那如果呢是走伊朗的航线的话，靠近伊朗的北边的话，它是28万美元，价格比较便宜。所以连保险公司是不是也都看出来，走伊朗的航线这一条比较安全，也代表伊朗掌控荷姆兹海峡的另外一个证据吗？苑老师又怎么看？这个议题非常重要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年的2月28号以前的话呢，荷姆兹海峡是完全自由开放的。然后呢，川普的做了这个要跟以色列一起联合打伊朗的这个动作嘛，这个战争动作，先把哈梅尼耶给干掉了以后，哈梅尼耶的话就是3天前吧出兵嘛，就是有他的丧礼嘛，就连那个川普自己都讲，他非常惊讶，他本来以为说伊朗被打了以后呢，就可以顺势就推翻政权更迭，结果搞了个半天以后呢，发觉伊朗人非常爱戴他们的宗教领袖，所以说那个伊朗人这个情况下来讲就转变了。这个你们 MOU 里面签的最14条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其实就是有关伊朗对于这个荷姆兹海峡的这个通行权有绝对的这个，他提名他不叫做收过路费，他收叫服务费了但是这里面讲的都是讲什么费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就是说，你必须要承认伊朗对于荷姆兹海峡具有实际上的掌控权。所以现在的话呢，这个我上次在这个节目当中讲，那个长伦那个长利号被打的话呢，我都觉得是故意打的。就是要告诉你，因为长龙的长利号它的船多嘛，它基本上走的话呢，就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航道。但是的话呢，这个下面的话呢，走这个阿曼的航道的话，因为那个荷姆兹海峡很近，就是阿曼跟伊朗之间的。对。但它的那个海道这么。大概就是27、8公里的路线分成3段，那其中大部分就是1半以上靠北，
就是靠伊朗嘛。那伊朗现在的话呢，我觉得有3个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它这个价钱会比较便宜。第一个的话呢，这个大家都会发觉，伊朗要求的才是真的，但阿曼没有这个能力。伊朗真的会。第二个的话就是伊朗真的会打。我们今天讲的题目都是伊朗在打那边这个打卡达过去的天然气船，这是非常危险的。对啊，这个。然后第3个最重要的原因的话呢，就大家都是按照伊朗的方向，因为它隔的地缘关系比较近。就这什么叫以量制价？就是对伊朗来讲的话呢，我定的就是28万啊，你也便宜一点，你来，如果你便宜的不要，你就是故意跟我找茬，我就打你。就变成这个结果。那美国现在的话呢，非常麻烦。为什么？因为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这个荷姆兹海峡的控制不控制，其实是美国现在最关心的议题。其他没有了其他的话呢，就是什么搞什么核能啊，什么浓缩铀什么的，这个都不是真正的议题。但荷姆兹海峡的话呢，这让大家全世界的经济都可以感觉到痛的地方，所以对大家很自然会讲说，我们现在油贵了，那就是美国害的。所以对美国来讲，这个权利非要争回来。所以这一次也相对而言，美国本身也表现得强一点。但是我觉得美国再强硬的话呢，也斗不过伊朗，因为伊朗它这个地缘上的关系，再加上他们自己做的这段时间的准备，已经超过4个月的准备了。我们来看到的是伊朗举行的这一场国丧动员上千万人，是一个全民团结，还是战争压力下的一个反噬凝聚呢？像现在看起来，川普当初是想要打垮整个伊朗政权，怎么看起来伊朗有了更强硬的新政权正在成立呢？第二件事情是，美伊现在希望进入和谈，但是以色列则是另外一头持续的轰炸黎南，甚至释放会对伊朗进行斩首的讯号，这是刻意要破坏这场和谈吗？川普说，接下来他会让纳坦雅胡知道谁是老大。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川普会对这个纳坦雅胡祭出更激烈的手段吗？这是第二个问题。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到有关于荷姆兹海峡的动态了。英法舰队准备要进入荷姆兹，说是要在当地护航，但是面对伊朗还是如此的强硬，英法真的敢在荷姆兹海峡硬碰硬进场吗？因为事实上是连美国都不敢的。英法的下一个举动，我们会持续的来做关心。当美国正在欢庆国庆，我们看到是伊朗的街头现在可以说怒火全面的升温了，大批的民众涌上了街头。现在呢，根据官方统计，大约这一场国丧，也就是这个这个哈米尼在这场美伊战事当中被空袭的这位重要领导人呢，哈米尼为他来举行国丧。这一场国丧呢，来自于伊朗官方估计大约有超过1000万人参加，已经占伊朗总人口的1/6了。结果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它不是哀悼是变成了一个看起来像是复仇总动员吗？美以把哈米尼变成了一个凝聚民族情绪的殉道符号，这个是来自于专家的最新解读。群众在这一场示威当中之下，他们不断的高喊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并且直指我们只有一句重点，就是我们要复仇。我们也来看到说，在此刻呢，没有想到川普还是继续的火上加油。他怎么说这一些参加国葬的民众呢？他认为说他们也许只是假哭吧，并不是真的这么的伤心。这句话一出来之后，伊朗大使是立刻反击，批评川普说：“你没有文明，你没有历史，你更是没有荣誉感。”我们看到这个《华盛顿邮报》针对这次国丧也做了一个分析，他认为呢，穆吉塔巴的领导之下，伊朗新的领导阶层现在呢变得更强硬、更年轻，而且更残酷，而且有胆识。这是来自于《华盛顿邮报》的最新分析。那么我们来看到以色列的部分呢，现在最新消息这个以色列持续的锁定黎南来做攻击，以色列出动了包括它的武装直升机，向黎南地区发动了多枚导弹，还被发现无人机又再次的袭击当地的一处民宅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也看到了以色列动作这么大，所以呢这一次呢，这个哈米尼的儿子穆吉塔巴其实是没有出席的，因为担心会遭到以色列给锁定攻击。那以色列国防部早就把穆吉塔巴给列入了必杀的名单当中。针对于这个以色列的种种动作，土耳其最新总统说绝不能允许以色列继续的做这样的炸毁的行为，因为会破坏美伊之间本来就谈好的 MOU 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这个杨老师怎么看？伊朗现在是不是比战前还要更残酷了？川普这一仗是不是又赔了夫人又折兵？伊朗大使反川说川普没有文明，老师怎么看？
你应该是问伊朗是不是比战前更团结了？那是的，我觉得目前看起来，伊朗经过这次战争，从2月28号到4月7号停战，到现在开始进行和谈，到这2天就是哈梅尼进行国葬，那你看到伊朗其实这个国家是更团结了，但这个团结带有一点悲壮感，也有一点民族主义的反弹啊。民族主义反弹应该是很清楚了，因为他如果川普认为说这些人是假哭，我觉得真的是太肤浅，肤浅显现出美国历史的肤浅，川普自己对这个伊朗的认知的肤浅。那这个国家这个文明2000年，它事实上过去长久以来受到外来的族群的侵略，甚至占领、统治啊，在波斯这个地方。那这一次呢，你看到它前所未有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对他们来讲就是美国帝国，在1979年之后呢，不断的进行制裁、围堵，然后现在战争，把他们的最高领袖给暗杀掉。那经过这么长时间就是的这个过程，那他们觉得说对抗霸权，这个是从历史上、文明上一直以来，他们希望能够有所成功的。结果在这次的战争当中，虽然是丧失很多生命、财产哦，然后呢，但国家维持完整，政权也维系下来，文明跟主权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而且现在整个谈判的方向对他们有利，所以从伊朗的历史、文明、主权跟国家的这个角度哈，我觉得其实这种带有历史跟民族主义的反弹呢，是伊朗人呢觉得很骄傲，但是又很悲壮，因为毕竟这个国家被整个美国跟西方的制裁，那能不能够这一次突破也不确定。你看现在以色列还在那边继续的搅局，然后呢，川普也不断的在放话，那可是他们知道。掌控了就是地缘的这种优势，以及赫姆兹海峡的这个掌控，已经有事实上是立于不败之地。美国已经不愿意再去做另一场大型的战争啊，所以呢，在谈判上面当然对他们有利，可是我觉得绝对不会这么的顺利跟乐观，因为以色列会搅局，而且同时美国呢也绝对不会放弃他们在中东地区的掌控，那所以。接下来赫姆兹海峡到底会怎么样的顺利的通行？这种带有悲壮跟民族主义的这种就是反弹哈，我觉得在今天伊朗的这个整个情绪啊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接下来呢，他们的领导阶层一方面是担心自己是不是会变成下一波以色列的就是暗杀的对象，另外一方面呢，要怎么去进行就是接下来这个谈判对他们比较有利，而不会让人民在现在的民族主义反弹之下。觉得好像你好像退让了，哦，那因此这种在务实跟情绪跟民族主义之间的这种摆动哈，我觉得其实对伊朗的这个领导人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哦，尤其是谈判者哦，因为不断的忽然有人插花嘛，你看以色列啊、川普甚至连英法都会有这样一个想法，所以我是觉得接下来的这个情况，当川普在讲说这个是这个假哭，然后呢，伊朗驻巴基斯坦那个大使就骂他，你这是没有文明的理解。不要忘记哦，川普在4月7号的时候曾经在波文上面说，他说接下来我会把一个文明给消灭掉。4月7号，其实也就刚好他停火的那一天哦，他居然这样子讲，全世界包含许多联合国的组织都谴责他，因为你这是一个种族灭绝的警告，来自于全世界最强的军事霸权国家的元首。而更讽刺的是，自在他从2月28到4月7号这个战争打输了，基本上是战争失利嘛，不管是战术上还是战略目标上。那然后呢，去放话说要把伊朗给文明消灭，那事实上完全没有做到。可是这种放话式的、这种自己寒爽式的发川普式的语言呢，有的时候他真的会变成政策，有的时候真的会变成他接下来的动作。哦，所以你也不能只是把它当作只是好像另外一个就是媒体上这个自己寒爽的放话，不完全是哦，因为他是有权力、最高权力的这个掌握者，川普即使到今天，所以未来的这个情况，我觉得不确定性仍然很高。但是今天伊朗的这个情况呢，的确是面临到那个既悲壮又是民族主义的这种
满足，但是有强烈的反弹。未来的不确定性仍然很高。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场国葬哦，聚集了超过10万人聚在一起，整个民族主义掀起哦。那么伊朗人民就喊说，接下来他们要来做报复。我们看到一边是伊朗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显了，但是另外一边以色列的动作完全没有停下来，它持续的狂轰黎南地区哦，就是要破坏接下来的美伊和谈嘛。那接下来卢老师帮我们看到，接下来川普的态度又是如何呢？因为他最新才说了，我接下来呢，这个纳坦雅胡要来跟我见面了，我要让他知道谁是老大。这句话又怎么解读？一休怎么看？简单来讲哦，这个就是纳坦雅胡是现在整个局势里面他是最焦虑的一个存在，因为如果今天伊朗就这样子跟美国和谈了，那代表美国势力基本上是永久的，就从波斯湾失去了一个支点。因为我们知道第5舰队、太平洋中央司令部、乌代德空军基地这些最厉害、最好的美军基地，基本上都在波湾里面，而在波湾里面现在都进行瘫痪的状态。所以，如果说现在这个态势这样下去的话，那等于相当于以色列必须自己独自面对整个中东的局势，而美国事实上就从这边后撤了。那纳坦雅胡所看到的跟美国所看到完全不一样，他看到的是如果要打的话，那得把伊朗给打散架。这就是为什么他一开始跟这个川普报告的时候说，我们有这个机会把老哈梅内伊跟他的领导阶层一锅端，所以48个都被清空了嘛。结果发现的是什么？发现的是不但没有打垮伊朗领导阶层，还让伊朗呢他的这个年轻领导阶层上来之外，而且还打出了韧性，而这个韧性最后是造成美国失败的关键嘛。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就是说纳坦雅胡的一个彻底的战略误判。那这个战略误判为什么是基于他个人的贪腐事件，他在国内的权力的问题所形成的？那现在他既然打不到伊朗，所以他只好去打黎南，因为黎南这个真主党是跟伊朗它是同一阵线的，而伊朗的和平协议里面非常清楚规定，必须包含抵抗阵线，也就是抵抗阵线的所有的这样的组织的成员，包含真主党，包含这个胡塞武装，包含伊拉克的民兵组织加伊拉克的伊斯兰抵抗阵线这样子。那目前唯一以色列只够得到黎南，因为很简单，飞机飞到德黑兰一定要加油机，加油机一出动，美国马上知道。所以你是没有办法躲过美国的法眼。那美国现在反对嘛，所以川普现在不惜说出说我要把美军派到黎南去做维和啊，这真的机器式核心。大家知道当年这个中国也有派过维和部队，2006年的时候，结果那一年的这个冬季的时候，就一个中校被炸死在这个现场，包含其他多国的这些维和部队，所以以色列狠起手来，他是真的敢下毒手的。那我觉得以色列最大的低估，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主要还是他对于伊朗整体韧性跟他的一个这个深度的一个不理解。伊朗是个大国啊，比如说我们刚才图写的是1000万人参加国葬，1/6，其实是1/9。为什么伊朗是9200人最新登记？那这一次这个48个党政高层被端掉之后，我们看到他怎么恢复的呢？他做双向恢复，年轻少壮派晋升之外，老的大量退休的政治家复原，恢复回来上班。所以现在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办公室主任其实是他们前外交部长，而且这里还就是外界也错估了一个伊朗的形势，包含对伊朗渗透最深的以色列。伊朗的整个政经形势它的复杂度在于哪里呢？革命卫队跟政府单位，也就是我们说，伊朗是一个政府2套机构，宗教机构跟一般的行政机构，这是错误的理解。它的人员是可以流动，所以现在这个很有趣的现在就是说，川普也知道，整体来讲，这个目前最大的 bug 就在纳坦雅胡，但纳坦雅胡对于伊朗的形势判断依然不足，而且一旦这时候收手的话，伊朗等到恢复再反扑，那以色列接下来问题就非常大了，因为伊朗已经发射过一颗飞弹到内盖夫沙漠的深处，它的核子设施旁边。我告诉你，我看着你啊。是。所以现在以色列压力是很大的，而纳坦雅胡压力是更大的，因为这个是生死柱，不仅是以色列生死柱，也是他个人的生死柱。好，这个是关于这个以色列现在最大的忧心哦。那我们也看到说，那现在其实呢，整个美伊和谈当中，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有关于荷姆兹海峡未来的动向了。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是呢，英国已经表示了，阿曼已经同意接下来包括了英国跟法国会来做合作，确保荷姆兹通行的安全。法国接下来也会在中东这边呢，开始来派遣他的扫雷部队，当中包括了2艘的是他的猎雷舰。那伊朗马上警告说，荷姆兹海峡不能是域外势力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
制造危机者，接下来你要自己承担接下来的后果。那么伊朗大使他也说了，正在跟阿曼研拟新的航线的安排，未来将会对这些通行的船舶来征收新的服务费哦。针对友好国家会获得特别的考量。舰长怎么看这个？接下来英法舰队真的敢进入荷姆兹海峡吗？我们先讨论一下为什么美军舰队没有派遣相关的这一个例如说像滨海战斗舰，那直接进入这个区域进行猎雷，因为美国的这个滨海战斗舰的猎雷模组啊，也不过就是这1-2年才完成，它的训练还不足。那这个是其实有关于猎雷模组，是当年滨海战斗舰设计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它的这一个猎雷呢，其实是配合了空中、水面以及水下，就是 3D 的一个立体的这一个作用啊。那但是呢，我们讲到说，现在英法都跃跃欲试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出现，也就是英国到底有没有舰艇在这一个位置？其实有啊，4-5型的这个驱逐舰龙号，之前不是就已经宣告它已经进入了中东这个海域？那为什么它没有办法做？因为它是驱逐舰，它不是猎雷舰。那换法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法国最近几年它有一个例行性的这个克里蒙梭行动，那也就是由这个戴高乐号为旗舰，然后带着一个编队直接的前往那个中东以及亚洲，那它可能就是顺便而已。那为什么没有人愿意主动来做呢？其实有一个国家曾经被美国点过名的，那个就是日本。日本是真正有这个实力的。为什么这么说？其实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日本本身在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因为它被盟国在各个的这个海岸部署了非常多的水雷，那它自己要来除雷，所以它累积了非常多的一个经验。那第2个，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些猎雷舰，它其实本身之前是木头做的，现在其实我们讲到的都是非磁性的一个复合的一个工艺，例如说 FRP 啊这种构成，这个也是日本的强项。可是日本为什么现在不说话？因为日本动辄得咎，那现在已经不打仗了，日本不是可以透过海外的这一个维和吗？他为什么不做？其实高市早苗，现在他如果真有这一个国际的这个想要得到这个国际的声望，现在就主动嘛？为什么不？因为到底有多少雷，有什么样的雷，美国还有英法都搞不清楚。